当然不可能是了，因为我不是大人物，但是你们一定感兴趣，一定很想了解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有趣，我有很多故事。我是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呼吸科医生。关于这个冠状病毒防治专家组的成员，你是不是很好奇？我好像带着2期，是的，我也感染了。我什么时候感染的呢？谁感染我的呢？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病人，因为我冲在最前面，我总是会感染的，总是一点会倒下的。我今天早上看新闻，状况也很紧急，病人发病人数很多，控制不容易，有的地方还在蔓延，而且现在老百姓还对这个病不是很了解，无名的恐慌恐惧。朋友们，作为一个基层的医生，我也有我的看法，确实是这个事，但是有些东西不见得是这样，最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，不急，刚刚开始，我们之后慢慢说。我是1月14号病的，当时发烧38度，别的一确正常，不流鼻涕不咳嗽，吃东西了就打嗝打屁。我为什么去查呢？17号星期五的我们核实要7点半，当时我就意识到会不会是这个问题，当时我就给我们的同事打电话，马上给我做个 CT， 我一出来看我双肺有问题，肺炎这个病，这样就住进来了。当时不重啊，当时也不喘气不胸闷，就是烧，第二天还好，第3天也还好，我还自己能够走下去，做 CT 复查 CT 一看，双肺的病变在增加是我预料之中的。自从 CT 复查之后，病情急速恶化，就没有起过床了。胸闷，憋气喘气，呼吸困难，要吸氧，一天比一天重。我有5天没有起床，第4天第5天很重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我会不会死掉，会不会30死掉的可能性。如果4天5天没好转，我可能就活不过来了。5天过后是稳住了，那就很有希望了，甚至会好转。所以说我还总是有70%以上的期望我活了过来。我有希望活过来的一个信念是什么？一个我身体比较好，体能强，还有一个信念我能骑的，我睡得好，所以说活过来希望很大。到头来我就能骑，呼吸喘气啊，骑不动我慢慢骑，要有抵抗能力啊，要有精神啊，骑有命啊，我能骑的，我睡得好。可是久了，我说我复查个 CT， 我能够把这个 CT 做下来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的最困难的事也是昨天晚上，今天是我这个拉锯战，我要把今天给它挨过去，明天我就会好转，慢慢的好转了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当天就稳定了，好转了一点，第2天又好转了一点，每一天比一天都好转，精神一天一天好转。一个身体本身好，是不是好？再一个骑的活的睡的，但是这2天消息有点不好，信息太多，看见这个状况又没控制，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急呀，所以说我总是想能够做点事。你们看看，这一个人是吧？有一个人，怎么会有人呢？这个地方不可能有护理人员啊，陪护都不可能有的。这我老婆怎么能待在这里？不能的。你老婆怎么了？你老婆也感染了，被你害了。你老婆的丈夫呢？当时感染之后住院了，第3天吧，非常不幸，可能会死掉。谁照顾我？这个状况，医生也有的医生护士都不懂，而且没有人手，整个武汉市这么紧急，我那有的状况没人招呼我，可能会死掉。当时我自己有个评估，我要能够把这位危险区1个星期的危险期度过去，我可能活过来了，度过去我就死掉了。他要照顾我几天也可以，但是存在一定的风险，他也可能会7、8岁感染。但是他这种感染，我心里清楚是可控的，就是感染也是轻症不重，很好治疗，万一感染没关系。所以说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，所以说我就同意他照顾。后来就感染上了，他后来咳嗽，我就知道他感染了。我说你做个 CT， 他说我不做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蛮轻，你现在很重，你
些了，稍微好些了，我再去做。我说还行，我1天2天再说。等我个19的复查 CT 之后稳住了，30的好些的，搓一点明显好些，他就给做个 CT 双肺有问题，但是他比较轻，他不发烧，他就是一点咳嗽，用点药明显好些了，没得大碍。我做的对不对呢？没得对错。对我讲死者他可能感染，而且是轻症，我心里清楚，这种小的代价可以的。对不对呢？也不对的地方。还有一个我要说，为什么呢？有点感动，因为我那很重啊，他姐姐给我打电话，他说那几天你好重啊，我们都急死了，害怕你活不过来。他说你让我天天都说苦啊，我说该苦，我这么潇洒，我这么可爱，我死了多可惜啊。再说他不哭我哭谁？但是招呼的人我没见到他哭，他每次都是笑，而且有几次他故意跟我生气，我生气我就吼他呀，我说你离我远点，他也是故意离我近点，我就说滚，他也是来笑，他说啊你能够吼我，说明你还可以。我看到很担心当中很多求助，帮我们诊断的是不是这个病呢？我没看见出来了，8、9不离10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病例大众的诊断怎么出来的呢？因为他首先病人是来发烧来的，找医生看病，一发烧我们医生给他做个 CT 一拍，肺上有问题，而且是双肺的改变。平时一般的病变典型的都是单肺的改变，双肺的改变很少，所以说我们临床医生有经验的，发烧的病人双肺的改变一看就是病毒性肺炎。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，临床诊断8、9不离10，不是100%，8、9不离10，也不见得要等待4级核的检测，现在人数很多，所以说这对我们下面的医生、市的、县的、地区的医生快速诊断帮助很有好处。我们临床诊断是很准的，会做一个错筛，这是我们诊断这个病。当然作为一个临床专业来说，这个 CT 的表现它有它的特点，它有什么特点呢？据我所知，它的 CT 的表现都是以肺的边缘开始，我们上说胸膜下开始发病。它的发病的特点是什么子呢？絮状是什么子？棉絮状、棉花状改变。还有呢片状的印证干片状。还有呢有的病人呢表现为条数状、数字状的改变，而且是双侧或者不典型的这一点那一点，这是比较典型的、比较常见的一个肺部的特征。我们临床上发现的早的，比如我们医务人员又不咳嗽又不发烧，做个 CT， 结果发现双肺的改变范围很小，这就说明了他这个病，而且是很早期，他自己都没症状，他以为他是正常人，又不咳嗽又不发烧。在这种情况呢，发现呢普通人是不可能可以做这个检查的，没这个条件。但是我们的确接触者，我们医务人员他就是可以做，而且还比较多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我们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说早期很多病人不知道自己发病，但是这个早期或者潜伏期它有传染性，这就麻烦了。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病最后我的判断这个病会比较多，潜伏期它就有传染性，病人还不知道，所以说会导致病人中数比较多。这就要求我们引起重视，加强防范，口罩戴好，不出门，少交流。我们钟南山教授讲的，多在家里多做贡献，这个病会导致病人数量很大。观察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大数的病人是轻症不重，就是我老婆不重，服用少量的药物，这也是个好事。病人多量多，但是总体说来大部分病人是轻症，所以说我们战术上要重视它，防范它，防死它。但是我们战略上我们不怕什么呢？大部分没事，绝大部分没事，是不是？虽然引起重视，但是我们不要恐慌，是有道理的。过度恐慌更没必要，这就是我要强调的。因为它这个会导致人数很多，但是大多数没事，所以说我们心里要有数。
不要不必要的恐慌。下面讲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你对这个疾病有所把握，有所大致了解，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？对于这个状况，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办呢？首先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把这个疾病大致的状况有所了解。当你得了这个病，或者你怀疑得了这个病，你就先自我判断，你是处于什么什么状况？你是不是轻症，戴口罩，不出门，待在家里？像我们钟教授的，这是一个。还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居家隔离的轻病人，他有少数在家里，你要防着这个轻的，怕它变成中度的，或者轻变重的，要防这个的。如果你发烧不退，如果你出现喘气，甚至呼吸困难，那你可能变重了，轻度变了，那要去医院，要去看医生，要住院，要治疗。如果没有这个情况，你就给他居家隔离。这大数的轻病居家隔离会给我们这个社会进行很大的负担，进行很大的恐慌。这是个方面，我们自己要做的，我们自己要判断的，但是你要防住，怕它变加重。还有一个关于消毒，消毒说的很多，网上也很多，很简单的呼吸道感染，一个戴好口罩，少接触，少通过呼吸道感染。但是现在有很多说的接触，比如手握手机，是不是握物品，然后接触到脸、鼻子啊、口腔啊，特别眼睛、酒精膜，这是个不会的地方，容易传染。少握脸，少握手，不用这个酒精啊消毒手机、物品不消毒，每天消几道，消得很舒服。这个细菌有利的空气当中，它的时间不长，高温也会杀死它。现在问的比较多的流感的问题，这个病与流感、普通感冒有什么关系？我这个病发病都是发烧为主，咳嗽都很少。我的流感高烧、咳嗽为主，有鼻涕打喷嚏。我这个病很少有鼻涕打喷嚏。当然它出现了感冒，治疗过程当中出现感冒也会有鼻涕打喷嚏。你这个病关系不大，一般是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，那是个好事情。现在也是个流感感冒的一个高发期间，不能把所有的都算在这里面。我对这个后市的看法那肯定不准。你现在是个爆发期、高增长期，你知道后市怎么样呢？是不是会有多少人发病呢？会什么时候治呢？但是我有一个我的客观的判断。第一个，这个病现在全国的患者都已经重视，都在想方设法的控制。从这个病例发展当中来看，大部分是轻症，它有恢复的能力。最后随着天气变冷，病毒会受影响，也会减少它的扩散的能力。所以说从中长期来看，它会被我们消灭，我是有信心的。但是现在太厉害，必须高度关注和防护。但是我的中立观点是没有必要恐慌，最后我们总是会把它按下去的。再说了，怕什么呢？用武汉话说，怕个球，恐慌什么呢？恐慌个毛线天塌下来，有肠子顶着，疾病来了，我们医务人员我们会处在前面，没什么可怕的，会好起来的。战术上要重视它，防范它，防死它，战略上我们不怕，别大部分没事。